大家好，欢迎来到 K 线西游战法频道，订阅我的频道，读懂 K 线背后的秘密。今天是北京时间2022年11月15日下午的14点06分，在这里呢为大家解读比特币的行情。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外围市场道琼斯工业指数的表现啊，道指呢昨天出现了一个冲高回落，最终收跌 0.63%。那么我们看周线级别上啊，道指出现了一个2轮半的周线级别下跌西游，周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遇到支撑169均线开始反弹，反弹的时间级别是周线级别。一轮周线级别反弹之后，周线级别对称性的下跌，到达28660点之后，我们对行情有一个判断，就是周线级别下跌之后，容易走出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反弹西游啊，这是根据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引来的。那么行情走到日线级别的反弹之后呢，有一个继续上拉的动作。我们知道啊，美股有一个75个基点的加息之后，加息预期减缓，同时呢公布了10月份的 CPI 数据啊，这几个利好呢让美股出现了日线级别反弹的一个加成动作。但加成动作出现之后，我们看到啊，这轮行情竟然出现了我们预期之外的周线级别反弹。那么在周线级别反弹之后，我们对美股有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周线级别反弹西游之后，容易走出我们 K 线西游战法当中时间级别切换、方向切换的4小时级别到日线级别的回落。那么昨天行情冲出了一个高点之后，开始发生下跌。那么这一轮下跌呢，我们认为它是日线级别到4小时级别的，并且这轮下跌完成之后啊，在日线级别完成日线级别下跌西游之后，容易重新回到这个下跌通道上来。美股呢，始终它处在一个大周期的至少是周线级别的下跌过程，所以呢反弹不构成反转，并且我们看到蓝色线这个位置上啊是一个筹码密区，到达筹码密区之后啊，容易出现下跌回落。那这样的下跌和回落呢，必然会影响比特币未来的行情和走势。我们回到比特币，那么这一轮比特币的行情呢，我们看到啊，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形成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了收敛三角形之后，下方波谷连线的这个位置上出现了4次等位置波谷。这4次等位置波谷的第一次呢是由3万点到17665形成的，形成第一次波谷之后反弹 43%， 然后回落到18500美金附近之后形成第二次波谷。第二次波谷之后啊，再次发生反弹幅度 23%， 反弹之后啊，在长达1个月的时间里面，在波谷的这个位置上，第3次波谷的这个位置上发生震荡之后反弹了18%反弹了18%。那么我们之前行情当中说了啊，横有多长，竖有多高啊，最终呢完成了18%的反弹。然后我们给出了一个目标位21500美金到22000美金，最终呢到达了21470。到达21470之后啊，本轮行情正式的下跌最终出现啊。这轮下跌呢是由行情当中完成4次等位置波谷，符合江恩的4次等位置波谷定律之后发生的。那么我们看到接连2根阴线啊，都是超过 10% 的快速下跌。第一个阴线发生在10月8日啊，这个阴线我们管它叫做悟空阴线。悟空阴线走出来之后走8阶阴线，然后后面所有的震荡呢都是围绕11月9号的这根8阶阴线展开的。那么行情走到这里面，我们认为它有一个小时线级别的震荡，并且小时线级别震荡这里呢会发生对称于这个结构呢是分形于日线级别的4次波谷。所以呢我们当前行情当中给出了这样的一个判断啊，1558低点出现之后啊，15588低点出现之后，在小时线级别上会形成4次等位置波谷。那么现在目前2次波谷出现了，后面的行情当中我们看到了上方压力位在哪儿啊，在这个小时线级别的1440均线这里。所以呢在昨天晚上8点50的这个时间点，我给出会员群的朋友啊，给出是17000点到17500美金是它一个压力位，积极布局空单啊，是在昨天晚间8点钟的时候给出来的，因为它那个时候正好打到这个非常重要的压力位附近。同时呢我结合了这个结构性的东西，也就是波峰连线连过来之后，在这里面形成了2级的压力位。那最终的行情出现了一个短暂的下跌，
然后走到这个凌晨3点的时候它发生了一个阶段性的反弹，这个无所谓，上方压力位依然存在，分别是波峰连线形成了压力位，144均线形成了压力位注意我们观察的时间级别是小日线，169均线形成了一个压力位。那我们要这么看行情在日线级别上，比特币目前处在一个日线级别的下跌洗油过程当中目前处在下跌洗油的8根阴线位置，下方我们有预期杀升阴线和唐僧阴线日线级别有这样的预期，在小日线级别呢，我们期待它能够形成一个完整的结构。这个完整的结构呢，在小日线的结构是日线级别黄色线形成了这个收敛三角形结构的一个分型也就是这两个结构呢非常类似，几乎雷同那我们对它有这样的预期，就是在小日线级别上能够形成4次等位置波谷之后最终跌破16000点美金附近的这个波谷的这个位置最终呢发生更大一个时间级别的下跌那么这个小日线的结构目前正在发展第一次波谷形成之后目前走入了第2次波谷，后面的行情当中非常容易走出第3次波谷和第4次波谷，最终完成这个坚恩波谷定律等位置4次波谷之后的下跌那最终呢我们在日线上会看到什么呢？悟空阴线、8根阴线、杀升阴线和唐僧阴线，并且呢这一轮下跌可能会是在周线上有所表现。那在周线上我们看到11月初的时候11月的第一旬的时候出现了一个悟空阴线，后面可能就会出现8根阴线、杀升阴线、唐僧阴线。如果比特币最终完成它的周线级别下跌洗油，我们给出的目标位是10500美金10500美金。那在这样的趋势上我们把握的是下跌趋势，抓住的是小时线级别上的点位。那么目前这个点位呢，我认为在144和169日这个压力位区间就是做空的位置是在这个位置。行情只有这么几点，把握趋势，抓住位置，合理布局你的仓位，并且每个仓位都要设置止损，最终呢你可能获得本轮熊市行情到达10500美金的这轮比特币的利润这是对于空方来说的空方来说的利润。因为在熊市我是主张对比特币、对以太坊做空的趋势上的利润非常好把握，只要你控制你自己，控制你的仓位，把握住你的止损，把握住趋势做好位置就一定能够获得这样的利润这个利润呢，我在前面解读当中几乎是有一段时间就是在18500到19000美金这个10月份的震荡过程当中非常磨人，但最终呢我们的全体成员，我们的 VIP 群当中的朋友甚至是很多听我免费课程的朋友都获得了从200美金到158的这段15588这段的利润多少都会吃到了一些甚至是有的人赚了10几倍当然了最惨的人他也是躲过了这轮暴跌没有在下跌过程当中去急于抄底最终导致自己的本金大幅亏损这是稍微听到我课并且理解了的人他的一个最起码他保了本保了本金。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我们注意看这里，它已经形成了一个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构成的结构，在结构接近焦点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下跌，下跌之后快速反弹，再次回到这样的结构上来，但是目前波峰连线依然起到绝对性作用，因此呢，以太坊对比特币的交易对目前走势是弱势的，因为上方有压力在这里面。那么我们看以太坊对比特币的周线级别呢，目前已经走出了一个悟空阴线，在悟空阴线的影响下，目前处在悟空阴线的势力范围，后面就有8根阴线、杀升阴线、唐僧阴线的可能性。如果这种行情走出来走出一波周线级别的下跌洗油，就会发生平行于6月份的结构，意味着以太坊未来的下跌它会有一个加速阶段。
同样的是啊，以太坊本身在周线级别上也已经出现了悟空阴线，在这个悟空阴线的引导下呢，后面会有巴金阴线、沙僧阴线、唐僧阴线啊，也就意味着以太坊最低的价格会跌到$260。同时呢，周线级别我们看完了啊，我们回到日线级别，日线级别上我们看到这两根阴线的急跌，跌破了144、169均线。同时也跌破了5月份波峰连线，回到了红色线啊这个收敛三角形当中。那么我们说啊，行情在日线级别上越接近焦点位置，越容易发生变盘。那么在这里面，我们看到了同比特币类似的4次波谷。这里啊，第一次波谷、第二次波谷、第三次波谷、第四次波谷，4次波谷发生之后，很容易出现极端的下跌啊。我们比特币也说了啊，很容易在4次波谷之后出现极端下跌。所以呢，行情本身目前是一个空头的趋势。同时呢，我们看到这里啊，行情在小线这里一直受到169均线的压制啊，所以呢。这一轮反弹啊，它的反弹幅度越走越弱势，越走越弱势啊。那么我们看啊，以太坊目前最大的反弹幅度是25%，这25%呢是低点1071出现之后的反弹。那么在结构上啊，它目前正在走啊第二次波谷和第三次波谷，后面会越走越弱啊，越走越弱。这里的弱势和回补呢，是回补了$1500到1071啊，这样大的一个缺口。我们看到第一轮回补25%，第二轮回补还没有完成，那第三轮回补会越走越弱势，最终呢形成收敛结构。同时呢，这个收敛结构也是在日线级别内涵的内嵌的一部分。这部分收敛结构呢，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小日线的收敛结构，也就是说。目前它正在走一个分形结构，走一个短暂的下跌中继啊，下跌中继，最终呢这个中继平台$1100仍然要跌破啊。同时呢，在周线级别上啊，会走这个周线级别的下跌型，目前它处在一个8阶一线的这个位置上，下面沙僧、唐僧，最终呢走到$260，我们给出了一个目标位。那随着 FTT 的暴雷啊，我们看到平台币这一板块都出现了一个快速的下杀啊，包括了 OKT， 包括了火腿，甚至包括了 BNB。我们看到啊，火腿这一轮是下杀的最多的，那它的最大跌幅呢已经超过50%，目前最大跌幅是61%。那在这些平台币暴跌的同时呢，我们看到啊 ，DeFi 的交易所它的一个 DYDX 这个币种啊出现了一个快速上行，所以呢，我们要关注的是。板块轮动的有资金跷跷板效应的。什么叫跷跷板效应呢？就是啊，你比如说这里 CFI 暴跌了，但是 DeFi 出现了上拉动作。这个上拉动作呢，我们看到周线级别它都出现了连续的阳线，所以呢，这里是应该我们进行关注的啊。它这个周线级别我们看到量价齐升，对，量价齐升，对吧？所以呢，它是有一定上涨动能的。同时呢，我们看这一轮行情，它在4小时级别线上，它仍然没有涨完。为什么说没有涨完呢？我们知道波峰连线和波谷连线。它会构成一个收敛三角形，但是在这个收敛三角形没有完成的时候，我们认为它就具有上涨动能啊。就是如果你能有点量子力学的这个概念在里面啊，如果你能观察到，那它的这个行情就已经确定完成了。但是你观察的时候，你觉得这个事情观察不到，看不见啊，它仍然在这个上涨结构当中。这个上涨结构波峰连线、波谷连线形成了这个收敛三角形，没有能够画不出来啊！你看我这个收敛焦点这个位置上，我们找不到，意味着它的这个上涨没有结束，直到你能完整的画出这个三角形啊，找到这个焦点，那么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它的上涨要告于段落。所以呢，目前它仍然处在这个上涨趋势当中啊，所以呢，我在行情当中啊，连续几天我强调啊 ，DYDX 目前是有上涨动能的啊，它是比较少的一家去中心化的合约交易所啊，去中心化的分布式的合约交易所啊，没有中心化啊，和这个 OKT 啊，和这个 HT 啊，和 BNB。这些平台币正好相反啊，所以呢，它是目前市场上的热点
啊，一定要关注。然后在这个道指这里面呢，我们看到了之前行情当中我说了，大概是在11月8日左右啊，我说它做出了一个4小时级别的下跌，并且这轮下跌呢没有完成，4小时级别下跌完成之后形成收敛三角形，它跌破了这个结构，跌破结构啊，就意味着它的下跌就要继续。那果不其然呢，最终它引来了一幅暴跌，那最大的跌幅呢，对于道指来说啊，已经出现了55%的下跌。这个下跌呢，它就不是回调了，它的趋势已经发生改变了。同时呢，它带动了马斯克、Mina 啊，整个推特板块、整个马斯克板块啊，包括狗狗币板块啊，整个系列板块的暴跌啊。最终呢，虽然起因不是它，但是它受到的影响非常大。非常大，所以呢，它的结构目前是处在一个下跌结构，并且我们在周线级别上看啊，已经出现了什么呢？标志性的大阴线，所以呢，未来有可能继续往下走啊，有可能继续往下走。同时带崩的是啊，Mask 啊这种代币，我们看一下 Mask 啊，那么可以看到啊，Mask 和狗狗币的结构啊完全类似，完全雷同啊，非常类似。走了一波日线级别上涨吸收之后啊，做出对称性的日线级别下跌，下跌反弹完成之后啊，继续出现缓跌。那么目前来看，它正处在一个4小时级别的缓跌结构当中。这个结构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收敛三角形把它画出来啊，画出来之后呢，目前非常接近焦点。那这个位置是做什么的位置呢？我认为不断接近焦点，最后到达焦点的这个时间点。我们看到了是在11月16号，也就是11月16号12点的这个时间点啊，如果横盘没有做出突破的话，非常容易下跌。所以呢，目前是你布局它的空单的一个好的时机啊。为什么要布局空单呢？因为它的趋势被破坏了。那在收敛三角形结构已经走出来，并且到达末梢的这个时间点啊，这个焦点位置相当于一个黑洞。一个球嘛，在这里面跳，黑洞这个位置掉下去了啊，所以呢，布局它的空单啊，止损你可以稍微设置在3.2美金附近，3到5倍合约啊，可以做它啊。为什么做它呢？因为它目前走的弱势，同时呢，你很容易找到止损的位置。如果到达止损位置，立即止损，毫不犹豫啊，毫不犹豫，证明它的这个结构我们判断错了。判断错了，立即止损啊，保住自己最多的本金，顺势而为啊，顺势而为。Mask 这个热度还可以，深度还可以，它不像HRS 阿谢的这种代币啊，它突然出现了，你看特别是4小时级别的日线级别，一根针上去了，一根针下去了，多空双爆啊，这种深度超级不活跃的啊，它容易在主力资金的影响下出现暴增暴拉啊，这种我估计都是私募资金，很多就是一伙私募资金在好多个平台上分散，然后通过不同的账户，很多个账户啊，集体狂拉啊，狂拉爆空，然后再狂砸爆多，形成天地针。所以呢，这个深度特别差的啊，一定不要去玩，要玩深度好的 DYDX、Mask、狗狗币啊、BNB 啊，包括很多主流币啊，这些都是可以玩的啊。你要做深度好的，你不容易被快速的插针啊爆掉你自己的合约啊。当然了，现货行情呢，更多的是建议去购买现货，不建议把合约倍数做的太多。那么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对我 K 线稀有战法感兴趣的朋友们，可以在当当网、淘宝网购买我的这本同名书籍。同时，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关注，希望大家能够订阅我的频道，加入我的 Telegram 群或者 VIP 群。感谢大家，再见。